美国国防部近期叫停了 F-35战机的交付工作，原因竟是发动机中的一个部件使用了来自中国的稀有金属材料。有分析指出，美方此举的政治意义明显，就是想实现与中国在军工科技领域的脱钩。但很显然的是，因为一款零件的材料而暂停接收所有的新战机，美国的脱钩政策最终卡了自己的脖子。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周三报道，美国国防合同管理局发言人戈梅尔称，一项在8月中旬进行的调查发现 ，F-35发动机涡轮中的磁铁使用的钴和山合金是在中国生产的，因此 F-35联合项目办公室决定暂停接收新的 F-35飞机，以确保 F-35项目符合与特种金属有关的国防法规。根据今年8月修订的美国国防联邦采购补充条例，五角大楼再次以所谓安全风险为由，禁止相关项目采购和使用包括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生产的某些特种金属或合金。戈梅尔声称，中国产合金磁铁不会产生泄密的问题，暂停接收新战机不会干扰已经交付给美国军方和海外合作伙伴的 F-35战机的运行。尚未出厂交付的 F-35战机将使用排除了中国产材料的发动机。同时，洛马公司宣布，该公司仍在按计划交付今年的148至153架战机。在被五角大楼叫停之前，该公司已经交付了88架。已完成但尚未交付的战机将暂时留在洛马公司，已经找到了中国产合金磁体的替换方案。目前暂停对美军以及外国客户的 F-35合约进行供货，但未通知生产线将停顿多长时间。洛马公司还表示 ，F-35战机由1700多家供应商的30万个零件组成。该公司正在向 F-35联合项目提供需要的信息，争取获得国家安全豁免，允许使用中国合金材料的 F-35战机顺利交付。这个事件我认为也是反映了现在美国方面是有点小题大做，因为现在现在这个先进战斗机这样的这个高精尖的产品，不可能所有零部件都是美国生产的。那么它的这个来源应该是全世界比较广泛的各种的渠道都有。那么这一次事件也是说明美国现在是比较敏感对于这个军用零件采用这个中国技术的话，还是比较抵触和抵制的这样一个态度。据悉，这次的事件由霍尼韦尔公司自查被发现，该公司是 F-35的2级承包商，负责向1级承包商洛马公司供应发动机。中国产钴和山合金永磁铁是高性能涡轮发动机的重要零件，这次被发现应用于发动机的一个润滑泵。中国企业是这种合金材料的全球最大供应商，但用于 F-35项目的磁铁合金虽然在中国生产，但磁化过程是在美国的车间里完成的。因此，霍尼韦尔的供应商此前认为这符合了美国国防部的规定，但现在美国国防部将彻查这一漏洞产生的原因。实际上，霍尼韦尔国际公司并非首次因使用中国制造的零部件接受美国政府调查。2014年，该公司因在 F-35战机中使用中国制造的零件而接受美国司法部对其进出口手续的调查。该公司表示，该零件是全球商务应用中广泛采用的电路板上的一种普通的电子传感器。F-35是目前美军服役数量第2多的战机，且仍在大量采购中。今年7月的一份协议显示，美军在未来3年将采购375架 F-35，而上一笔总数为478架的合约仍在交付中。除了美国，还有9个盟国获得了 F-35战机。此前，特朗普曾表示要对 F-35进行砍价，但今年初，生产商洛马公司宣布，受高通胀影响，出厂价将大幅提高。根据最新合同 ，F-35A 的对美军单价为7790万美元 ，F-35B 为1.013亿美元 ，F-35C 为9440万美元，对外军则更高，价格保密。而据路透社周三报道，当前 F-35战机上其实还有其他原产于中国的磁铁，这些磁铁当时已获得时任国防部官员的豁免。美国防部2014年多次允许使用中国制造的组件，以保证受成本超支困扰的计划能如期进行。供应商诺斯罗普格鲁曼和霍尼韦尔都被允许在飞机的雷达系统和起落架上使用中国制造的磁铁。
事实上，涉及的中国材料都与稀土有关。制造一架 F-35战斗机，平均消耗417公斤稀土成品，这还不包括航空电子设备、控制设备、雷达通信设备的稀土消耗。当前 F-35已经累计生产了570架，这就意味着仅仅是生产 F-35，美国就已经消耗了237吨的稀土成品。除此之外，稀土还在其他重要装备生产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比如雷达元器件、芯片、导弹导引头等。去年7月，中国正式宣布对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实施制裁，原因是该公司常年参与对台军售。美国国防部此后加大对国防供应链的涉华部件的审查力度，尤其是强化摆脱对华稀土依赖的安排，对包括此次涉及的钴和山河金永磁铁等就被明确列入禁用清单，意图建立美国自己的军工原材料供应链。2015年至2018年，美国进口的稀土中有约80%来自中国。为了减少对中国的这种依赖，美国2020年11月宣布拨款近1300万美元，资助3家公司筹建稀土设施。美国国防部在2019年年底获得授权，直接投资提高稀土产能。分析指出，在美国对华大搞科技脱钩的大背景下，美国此时暂停接收安装有中国产零件 F-35战机的举动，政治意义非常明显。这样一种脱钩的形式，事实上，等于是一种，我认为是一种杀敌1000自损800的这样一种行为。事实上，它本身对于美国的这个工业体系，对于美国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生产，包括现在美国的经济形势来说的话，都是不利的。那么现在美国这样做，确实是政治的这个意义是更大一点，说是事实上是在做出一种姿态而已。有消息就透露，早在3年前，五角大楼就计划为 F-35战机等装备的生产储备铝铁硼磁体。当时他们所用的借口，正是为了削弱中国对这一领域的控制力，以此减轻美国的对华依赖。美国要想完全脱离对中国的依赖，也并非那么容易。如果想要强行与中国脱钩，那美国世界第1大经济体的地位也会受到很大影响。就连美媒都表示，要想实现稀土供应链的自给自足，美国至少还要花费10年时间。美国当前也正在开发印尼、澳大利亚等国家的稀土资源，以取代来自中国的相关产品和服务。不过，美国为了和中国实现脱钩，绕路去寻找代替产品，必然会增加其采购的周期和成本，损害自身利益，这也是美军将要承受的代价。其实，就稀土产业的发展，中国外交部早就表态称，中国一直秉持开放、协同、共享的方针，推动国内稀土产业的发展。我们愿意以稀土资源和产品满足世界各国发展的正当需要，为促进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我们生活在全球化的时代，全球产业链紧密相连，环环相扣。在这种情况下，主导垄断某一个领域或者市场，或者人为的将某一节链条切除或者排除出去，都是行不通的。近年来，洛马公司曾多次暂停 F-35供货，原因也不一而足，包括特制头盔在高空的氧气供应失灵问题、隐身涂装容易剥落的问题、新冠疫情导致检测人手不足问题等等。据国防部发布的消息，中印两军为迦南打板一线部队开始同步有计划组织脱离接触。近年来，中印边境风波再起，一度还曾引发非常严重的事件。2020年至今，中印双方共进行了16轮军长级会谈，取得实质性成果。国防部周五发布消息称，周四根据中印双方第16轮军长级会谈达成的共识，中印两军为迦南打板一线部队开始同步有计划组织脱离接触，这有利于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而印度政府发表的声明表示，中印两军脱离接触是以协调和有计划的方式进行的，旨在保持边境的和平。这是一个时期以来两国外交、军事各层级多轮会谈取得的成果，有利于促进中印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对于尽早解决剩余问题，双方在第16轮军长级会谈中，应该说是坦诚深入地交换了意见。双方都重申，解决剩余问题有助于恢复中印边界西段实控线地区的和平安宁，推动双边关系发展。7月中旬，中印两军举行第16轮军长级会谈，就解决边界实控线有关摩擦点问题展开讨论，并达成4点共识。
一是坚持政治引领，切实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二是着眼把握大局，推动两国关系保持恢复势头；三是有效管控分歧，在问题解决前要切实维护边境地区的安全稳定；四是保持沟通对话，尽快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本轮会谈与上次相隔近4个月，也是中印两军自2020年加勒万河谷冲突以来谈判间隔时间最长的一次。值得注意的是，双方发布联合新闻稿，再次重申了双方维护中印边界西段实控线安全稳定，继续密切保持外交和军事沟通渠道对话的共同意愿。与此前的联合新闻稿相比，特别强调了将以建设性和前瞻性方式继续探讨推动解决中印边界西段实控线地区有关问题，这释放出中印关系持续回温的积极信号。双方在解决边境问题上的互信正在重新逐渐积累，为两国有效管控边界纠纷提供了必要氛围。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强调，在边境问题上，中印双方立场不同，现在最为重要的是双方保持沟通对话，以脱离接触作为积极的第一步，确保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我们不接受印方非法越线造成的边境状况，不代表中方不重视中印边界的和平与安宁。双方外交和军事渠道都一直就此保持着沟通。事实上，自7月以来，中印双方在外交、军事领域进行了多次的互动。先是中印外长与印尼举行2人年内的第2次会晤，紧接着，中国驻印度大使孙卫东一行于8月底访问卡纳塔克邦班加罗尔，期间，孙卫东大使还接受了印度主流媒体的采访。刚刚闭幕的东方2022军事演习上，中印两军也共同参加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2次会议，即将于下周在乌兹别克斯坦历史名城撒马尔罕举行。印度总理莫迪也将参加此次峰会。有分析指出，近2年来，中印关系遇到一些困难，但邻里之间存在分歧并不奇怪，重要的是应当妥善处理。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双边关系总体呈现恢复势头。与此同时，需要警惕的是，中印边境不应有让外部势力打蝎子的裂缝。每当中印军官准备坐在谈判桌前时，美西方舆论总是会有一轮集中的炒作。在这种外部因素下，中印两国更应立足于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在发展这项最重要的任务上找到利益汇合点，相向而行，坚持互为发展机遇，互不构成威胁，做彼此的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这次呢，在这个点上脱离了接触，等于是双方又减少了这个分歧点呢。我想呢，是一个很正能量的这个举措，至少对边境的稳定和安宁而言呢，它是一个积极的向前迈进的一个这个步伐。9月以来，印度似乎迎来高光时刻。经济领域，印度一举超越英国，跻身世界第5大经济体。在国际舞台，印度同样异常活跃，不仅主持了美日印澳4方安全对话高级官员会议，还出席了在美国举行的印太经济框架部长级会议。此外，日印2+2会谈在时隔近3年后得以恢复。周四，日本与印度在东京举行2+2会谈。日本外相林芳正、防相滨田敬一与印度外长苏杰生、国防部长辛格出席会议。两国上次举办外长、防长2+2会谈还是在2019年11月。事实上，印度此前只和少数几个国家建立了2+2会谈机制，日本便是其中之一。因此，日本舆论对于新一轮会谈颇为关注。日印双方当天发表声明，一致强烈反对所谓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企图，并明确深化在4边机制框架下的美日印澳4国合作。另据日本经济新闻的报道，双方同意深化防务合作关系，确认了加强两国部队共同训练的方针，包括尽早举行首次战斗机联合演习，为双方在未来展开更广泛的空军协同作战铺平道路。实际上表明，就是日本不论是谁上台执政啊，这个跟印度呢加强军事安全上的这个合作呢，似乎已经是成为两国很多这个精英的一个基本的这个政治的共识了。虽然日印达成多项共识，但外界注意到，日本防相滨田敬一宣称，俄罗斯发起的俄乌冲突动摇了国际秩序的根基，绝对不会得到认可。同时，他还对解放军此前在台海地区进行的联合军演妄加指责。不过，印度外长辛格在回应中并未点名中俄，只是强调希望强化印日两国关系。
有分析指出，近年来日本与印度相互战略需求上升。从日本方面看，其推动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谋求提升外交安全影响力，乃至彰显亚洲领导力的努力，都离不开印度的支持。从印度方面看，日本提供的援助、投资乃至技术，均是印度实现自身快速发展所需要的重要资源。此外，与日本、美国等通过双边对话及四边机制等形式保持热络沟通，也有利于印度凸显自身地位，打造日益重要的大国形象。但印度的战略自主性将为日印合作设立上限，印度很可能不会如日本所愿，全心全意地为美日维护霸权秩序服务，而是在大国博弈中保持平衡，寻求将自身利益最大化。这一巨大分歧在俄乌冲突发生后日益明显。日本紧跟美欧脚步，不断追加对俄制裁，而印度不仅拒绝谴责和制裁俄罗斯，还与俄维持贸易关系。即使在美日等不断游说下，印度立场依旧坚定。就在刚刚结束的由俄罗斯举办的东方经济论坛上，印度总理莫迪发表视频演讲，明确表示希望促进与俄罗斯的关系，加强两国在能源方面的合作。用莫迪自己的原话说呢，就是印度跟俄罗斯的相互信任呢，在印度实际上是妇孺皆知啊。但它有很长的这个历史的原因呢，尤其是呢，印度对俄罗斯有很强的这个军事上的这个依赖啊，这就是导致他们双方的这个关系啊，这个想要脱离呢，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当地时间周四，印太经济框架部长级会议在美国洛杉矶召开，这是印太经济框架自5月启动以来第3次部长会，但却是14个创始成员国部长首次面对面会谈。相比前2次云会晤更正式。有分析认为，举行首次线下部长级会议意味着印太经济框架将进入实质性谈判阶段。美国试图通过该经济框架在亚太地区重新确立经济领导力，以此反制中国的影响力。但是碍于诸多掣肘因素，印太经济框架能走多远仍然是未知数。这次闭门会议由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和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主持，就印太经济框架的4大支柱内容展开磋商，分别涉及供应链、贸易、绿色经济和公平经济4个领域。会议目标是14个成员国就启动正式谈判达成协议，并计划于周5发表共同声明。据日本经济新闻网站报道，会议声明草案概要显示，印太经济框架计划建立供应链中断时共享信息机制，为防止半导体和重要矿物供应链的中断，各国将设立窗口，建立便于请求提供信息共享和替代采购的机制。同时，印太经济框架还将推动加强供应链的信息交换、分散制造基地、强化储备体制等。日媒的报道直接点出，会议将借此加紧建立轴心，与中国进行抗衡。它最大的一个目的是想让成员国实际上是单向的对美国负责，单向的向美国提供亚洲的经济情报、亚洲的这种经济信息，特别是一些高科技领域。那这样的一个出发点的背景下，实际上各个成员国各怀心思的情况下，到底什么时候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情报共享，什么时候达到这样的信息共享，目前来看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此次举行的首次部长级面对面会议，被外界认为是印太经济框架启动4个月以来准备进入实质性谈判阶段的标志。不过，时至今日，美国仍采取模糊战略，并未明确界定印太经济框架的诸多细节要素，并且强调任何参与国都可选择只参与4大支柱中任一项或几项。其中，公平贸易措施将由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负责谈判，其余3项由美国商务部负责。而此次的部长级面对面会议的一个重点，就是各成员国完成志愿填报，在4大支柱中做出选择，并敲定各支柱的谈判项目。然而，14个成员国经济水平发展不一，关切也各不相同。印太经济框架的模糊战略虽然减少美国推销的阻力，却也让其他参与国政府面临各方质疑，尤其是弄清楚美国到底能在印太经济框架内给予成员国怎样的合作和利益。其中最受质疑的一点是缺少关税减让的安排。美国贸易代表戴奇明确表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并不打算消除美国关税壁垒。也就是说，美方所期望的是在不向其他参与国做出开放美国市场、消除关税及非关税壁垒承诺的情况下，要求其他国家向美国开放市场，并遵守美国制定的贸易规则。
那这种背景下，我相信围绕着关税到底以后怎么办，市场门口是否准入，一定会被拿到公开的这样的桌面上去讨论。把美国逼到一定要表态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这个经济框架内各方矛盾集中爆发的一个爆点。关税仍然是未来观察印太经济框架能走多深、能走多实最重要的一个切入点。此外，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也被舆论用来与已经正式实施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RCEP 做对比。虽然二者在成员以及领域方面有所重叠，但二者成效相差甚远。实际上，自今年1月1日生效以来 ，RCEP 已经进入收获期，红利颇丰，为东盟国家、日本、韩国等成员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利好。同时，关于 RCEP 成员资格的条款和条件十分明确，涉及贸易、投资、关税和市场准入。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美方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中，这些重点内容都是模糊的。英国《金融时报》发文称，在中国与相关国家已达成 RCEP 等大型贸易协议的背景下，印太经济框架显得力不从心。它让亚洲国家思索为什么要费心参与它。未来在围绕着印太经济框架内的合作，如果更加明确的指向反对中国的话，或者说遏制中国的话，很多成员国甚至有可能直接提出反对意见，并不会按照美国的这种战略意图继续往下实施。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张思南。张先生您好。当地时间9月8日，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召开首场部长级会议，但外界似乎对印太经济框架的前景并不持积极态度。您对此如何看？主持人好，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认识美国推进印太经济框架的政策目的。如果是包围、遏制、挤掉中国，试图通过一个松散的经济协议就诱使亚太各主要经济体与中国脱钩，这种损人不利己的目的，就现在的美国而言，无论软硬实力都很难实现。一方面，疫情前的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全世界超过190个国家，中国是其中128个最大的贸易伙伴，也就是超过2/3，其中90个与中国的贸易量甚至是与美国的2倍以上。根据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的统计，在今天整个印太经济框架预计发挥作用的地缘范围内，从印度洋到太平洋，除了北美和部分拉丁美洲国家，美国还具有某种主场优势外，其他地区无不与中国有着深刻的贸易连接。说白了，任何一个理性的国家领导人都不会为了美国而牺牲本国的国家利益去和中国贸易脱钩。另一方面，美国能不能通过某种软硬实力来强制达成这一目标呢？也许曾经可以，但至少现在已经不行了。有趣的是，特朗普4年执政期间，通过不停地发动贸易战，向我们也雄辩地证明了一点，那就是今天美国如果得不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已经再也无法仅凭其自身实力就重塑以美国利益为优先的国际秩序。而特朗普做不到的事情，拜登也做不到。美国如果要建立一个孤立中国的印太经济框架，那么首先就必须已经存在一个支持美国的印太经济框架，而这就是一个悖论。从这个角度而言，美国的印太经济框架的确不足为惧。那拜登政府为什么一定要执着于推行印太经济框架？仅仅是出于某种不切实际的执念吗？我个人认为，印太经济框架的政策目的下限，或者说拜登政府真正着眼的政策目标，其实是抵消中国的制造业优势，为美国的制造业回流争取必要时间。甚至印太经济框架只是这个目标下的一环而已。我在之前的评论中讲过，中国的崛起从来不是因为美国的衰落，而是因为中国自身非凡的发展速度。美国一直都是一个制造业强国。我刚才提到联合国追踪的22个制造业类别中，美国也有6个产出世界第一，13个世界第二。美国仅在汽车、服装、皮革这3项跌出前2名。自冷战以来，美国的确表现出似乎更擅长战争与破坏，而非发展与制造。我们可以调侃美国，但一定不能轻视美国实业立国的传统。从共和民主两党支持基础设施法到芯片法案，我们往往过于关注其中攻击中国的那部分，而忽略了拜登政府正在将重塑美国的制造业帝国打造成为一项具有全社会共识的
基本国策。那么从务实的角度来说，印太经济框架的直接目的根本不需要与中国脱钩。美国的目标不是惹众怒，让印太各主要经济体不挣钱，而是让和美国一起挣钱显得更诱人，让和中国一起挣钱显得更麻烦。比如说，美国一边在国内对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等下一代制造业所依托的基础技术上进行近万亿美元的投资，以此来试图抢占先机；另一边则在国际上通过印太经济框架打意识形态牌、环保牌、劳工权益牌、知识产权牌等这些美国的传统异能，环绕中国构建一道经贸上的软屏障。事实上，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在印太经济框架的推广上当前似乎显得非常避实就虚。英国白金汉宫于北京时间周五凌晨1时35分左右宣布，英女王伊丽莎白2世逝世，终年96岁。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五就伊丽莎白2世女王不幸逝世向英国新任国王查尔斯3世致唁电。习近平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个人的名义对伊丽莎白2世女王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向英国王室、政府和人民致以诚挚的慰问。习近平在唁电中表示，伊丽莎白2世女王作为英国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赢得广泛赞誉。伊丽莎白2世女王是首位访问中国的英国君主，她的逝世是英国人民的巨大损失。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向英国首相特拉斯致唁电，对伊丽莎白2世女王逝世表示哀悼，向女王亲属和英国政府表示慰问。I declare before you all that my whole life, whether it be long or short, shall be devoted to your service. 伊丽莎白2世于1926年4月21日在伦敦出生，她是约克公爵阿尔伯特和公爵夫人伊丽莎白·鲍斯·莱昂的长女，虽备受皇室宠爱，但那时无人预期她最终会成为君王。巨变发生在1936年，伊丽莎白的伯父爱德华8世国王放弃王位，他的父亲成为乔治6世国王，而他则成为英国王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伊丽莎白开始履行皇室职责。14岁时，她通过广播发表了她的首次公开演讲。I can truthfully say to you all that we children at home are full of cheerfulness and courage. We are trying to do all we can to help our gallant sailors, soldiers, and airmen. 二战期间，伊丽莎白与在皇家海军服役的希腊王子菲利普保持书信联系，二人感情逐步发展，并最终于1947年结婚。菲利普王子成为爱丁堡公爵。On the balcony at Buckingham, where many kings and queens have appeared, Princess Elizabeth happily shares the supreme day of her life with her countrymen. 这对夫妇的第一个儿子查尔斯出生于1948年，随后女儿安妮、二儿子安德鲁王子和三子爱德华王子相继出生。1952年2月6日，当伊丽莎白公主对肯尼亚进行正式访问时，她的父亲乔治6世国王因手术去世，年仅56岁。伊丽莎白立即返回伦敦，并成为女王。The high and mighty Princess Elizabeth Alexandra Mary is now, by the death of our late sovereign of happy memory, become Queen Elizabeth II. 继位时，伊丽莎白才25岁。尽管时任首相丘吉尔的反对，1953年6月，她的加冕礼还是通过电视实况转播，数以百万计的人围在电视机前观看伊丽莎白2世女王宣誓，其中许多人是第一次看电视。当时正值二战结束不久，英国一直在实施紧缩措施。评论人士形容女王加冕仪式是一个新的伊丽莎白时代的开始。此后，伊丽莎白目睹了世界巨变，从大英帝国解体到上世纪60年代，大量传统习惯被时代遗弃。当时的伊丽莎白选择了改革王室，与时俱进，开始走入民间，经常出访并参与公共活动。她不遗余力参与英联邦国家事务，并到访过每一个英联邦国家和地区。Mr. President, South Africa has a special place in my heart and in the hearts of the British people. 伊丽莎白女王鲜少接受采访，所以公众对她的私生活知之甚少。但她与媒体的距离在上世纪90年代发生了变化。1992 is not a year on which I shall look back with undiluted pleasure.
1992年，先有温莎城堡失火，又有他3个孩子的婚姻破裂，这其中包括长子查尔斯王子与戴安娜王妃的分居。雪上加霜的是，修复温莎堡到底该由纳税人还是女王买单，引发了一场激烈争论。女王形容1992年是可怕的一年。她在伦敦金融城发表讲话时，承认王室家族需要更加开放，以换取媒体敌意的减少。1997年，戴安娜王妃在法国巴黎因车祸去世后，伊丽莎白女王因为未能及时出现在公众面前而受到舆论广泛批评。I want to pay tribute to Diana myself. She was an exceptional and gifted human being. In good times and bad, she never lost her capacity to smile and laugh, nor to inspire others with her warmth and kindness. 伊丽莎白打破惯例，以电视直播形式表达对戴安娜的哀悼，并承诺王室家族将会与时俱进，改变传统做法。在这次演讲之后，舆论开始有所转向，包括支持威廉王子迎娶平民出身的凯特。进入晚年后，尽管伊丽莎白的身体一直还算硬朗，2003年77岁高龄时接受过一次膝部手术，其后她的外访活动大幅减少。2015年，她出访了德国柏林和法兰克福，这也是她最后一次以英国女王身份出国访问。晚年的伊丽莎白越发受到国民爱戴，支持率长期超过90%。2020年疫情期间，她通过电视发表讲话，鼓励英国百姓。While we have faced challenges before, this one is different. This time we join with all nations across the globe in a common endeavor, using the great advances of science and our instinctive compassion to heal. 2021年4月，菲利普亲王去世，享年99岁。We are interrupting our normal programs to bring you an important announcement. You're watching BBC News from London.A short while ago, Buckingham Palace announced the death of His Royal Highness Prince Philip, the Duke of Edinburgh. 随着其丈夫离世，人们普遍开始担心伊丽莎白的健康状况。今年2月，伊丽莎白被检测出新冠阳性，但在6月5日，人们庆祝女王在位70年白金禧时，伊丽莎白又惊喜般地出现在白金汉宫的阳台上。女王在位期间，先后任命过15位首相，从1874年出生的丘吉尔到101年之后的1975年出生的特拉斯。与特拉斯的见面，则是女王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这次露面的焦点再次使舆论聚焦到女王的身体，特别是随行记者的镜头记录下女王伸出的右手因为末端循环不好呈现出蓝紫色。据英国媒体报道，几乎每一位与她工作过的英国首相都给予女王极高的评价。自她登基的那天起，她每天平均花3个小时在国事上阅读各个大臣和唐宁街10号送来的文件。随着英女王与世长辞，代号为伦敦桥行动的秘密计划即刻启动。这是早在上世纪60年代，英国政府为女王死讯的传递方式设下的严密预案。伊丽莎白2世的代号就是伦敦桥。按英国法律规定，自3岁起就成为王室继承人的查尔斯王子立即成为英国国王。伊丽莎白女王在任期间长期关心和支持中英友好，是中英关系发展的亲历者和推动者。1986年10月，她在中国展开10天的正式访问，成为第1位访问中国的英国君主。当年，她与菲利普亲王到访了北京、上海、西安、昆明、广州等多个城市，饶有兴致地登长城、参观兵马俑、逛紫禁城。据英国高级皇家记者杰斯·伊尔斯回忆，1984年中英签署《中英联合声明》，规定中国于1997年7月1日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之后，伊丽莎白女王就提出想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Even with the most deeply held differences, treating the other person with respect and as a fellow human being is always a good first step.Towards greater understanding. 作为君主立宪制国家，英国王室仅仅是凝聚国家力量的象征，并不具备实质性权利，但它为几代英国人提供了精神支持。回顾女王的一生，人们记住她的传奇和不凡，也为她多次在公开场合不去展现真我的坦率幽默所感染。Sounds like President Trump. Obama.此外，因不满加拿大总理特朗普还喜爱动物，除了马，女王的柯基犬也被称为是皇家犬，成为王室的吉祥物。
他的第一只柯基犬苏珊由父亲乔治6世赠送，并繁殖了14代。自此，柯基犬陪伴了女王大半生，并多次共同出现在公开视频中，包括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开幕式。女王也热衷新鲜事物，在登基70周年的庆典短片中，她与英国著名卡通帕丁顿熊共饮下午茶。Thank you for everything. 被称为现代英国基石的伊丽莎白2世是英国国家精神的象征。她在位70年，更像是一条政治纽带，将英国、英联邦和君主制三者较好地维系在一起。如今，随着她的离世，此前早已浮出水面的苏格兰、北爱尔兰以及英联邦离心等问题会否加速演变？近年来不断遭受考验的君主制何去何从？对于英国新首相特拉斯而言，他周二才刚刚接受女王的任命，就要处理女王去世的事务，这给英国新一届政府带来什么考验？根据英国官方处理女王去世的伦敦桥行动，女王逝世后的第一天将正式宣布新国王继位。根据计划，查尔斯3世的登基规划代号为春潮行动。新国王随后将首次接见英国首相和内阁成员。英国邮票、流通货币上的女王形象将陆续改为新国王。英国卫报指出，英国的一个传统，自1660年恢复君主制以来，邮票及流通货币上的君主面孔朝向均与前任相反。现在的伊丽莎白2世面朝右，因此查尔斯3世将面朝左。英国权威礼仪指导机构德布雷特发言人还表示，英国国歌《天佑女王》也将会改成《天佑武王》。实际上，周四晚间在苏格兰举行的一场足球比赛开始前，在场的球员和观众已经注意到，国歌已经恢复为70年前的旧版《天佑武王》。伊丽莎白2世的去世也引发英国人对君主制的关注。实际上，英国历史上曾实施过共和制，在1649至1660年间的护国公奥利弗·克伦威尔治下，他废除君主制，实施共和制。但英国的历史和文化学者普遍认为，王室作为国家精神的象征，起到了稳定国家的作用。在出现重大争议时，伊丽莎白2世女王更多次力挽狂澜，起到了定海神针的元首作用。因此，君主制虽不是世界主流，但符合英国的历史传统，是英国人民的选择。事实上，深受国民爱戴的伊丽莎白2世女王本人就被认为是英国君主制的象征。但比起70年前她继位时的状况，英国人对君主制的热情已经明显降低。根据智库英国未来此前一项调查，虽然目前还有58%的英国人认为应该保留君主制，但也有25%的人认为，只要女王辞世，英国就该改为世界主流的共和制。而在18岁到24岁的年轻英国人中，反对君主制的比支持者高出10个百分点。女王本身也注意到潮流的变化。10年前，她在继位60年的钻禧庆典演讲时就曾表示，自己承担的只是在时代变迁中引领这个王国的角色。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教授麦克拉伦就曾表示，许多人都在想，女王去世后会发生什么？无论如何，英王室肯定会面临困难，因为没有任何皇室成员像女王那样受欢迎，也没有女王那样的全球影响力。她是不光是世界上在位时间最长的这个英国的君主啊，更重要的，她经历了个2战呢、冷战呢，到现在，21世纪这种跨度。再加上她名字叫伊丽莎白2世啊，人们想到伊丽莎白1世，大英帝国最辉煌的这样一个历史的记忆。舆论注意到，在英国人还来不及思考君主制的时候，一些加勒比海地区的英联邦成员已经发出要求取消英国君主国家元首地位的呼声，并要求英国为历史上的奴隶制支付赔偿金。但牙买加、安提瓜和巴布达等国表示，仍会为女王逝世降半旗。此外，今年早些时候，在卢旺达基加利举行的英联邦首脑峰会上，一些成员国领导人对该组织领导权由伊丽莎白2世移交给查尔斯表示不安。值得注意的是，澳大利亚的态度。作为英联邦最重要的国家，也同为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澳大利亚，近年来多次讨论脱离英联邦，改为共和制的议题。在今年6月女王登基70周年庆典期间，澳大利亚政府高级官员希索维特就发表了一番令英国皇室不悦的言论。
他说，女王确实是了不起的君主，是英联邦的领袖，但随着她的统治走向黄昏，我认为澳大利亚人很自然地开始问自己，澳大利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们想要一位新国王吗？还是我们足够成熟、足够独立，可以任命自己人做国家元首？而另一个英联邦重要国家加拿大的情况比澳大利亚要稍好一些。伊丽莎白二世登基70周年纪念活动前夕的一次民调显示，有近2/3的加拿大人对女王有好感，但仍有51%的加拿大人反对君主立宪制。英联邦由包括英国在内的54个主权国家组成，多为大英帝国的前殖民地，包括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等国在内的15个国家，目前仍以英国君主为国家元首。二战后，亚非拉的殖民地纷纷兴起独立浪潮，这对一度称为日不落帝国的大英帝国构成严重的危机。伊丽莎白二世继位时就面临这样的困境，她当时马不停蹄访问大量殖民地，以个人魅力和外交努力维系了英联邦的存在。伊丽莎白二世本人她非常有魅力，能够把英联邦这种国家能够联系在一起。同时呢，英国的衰落，她没有那么多的真金白银去给那个英联邦国家以实惠，所以呢，软实力和硬实力都在下降。事实上，不只是英联邦国家，就连在英国国内受英国脱欧的影响，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离心倾向也在涌动。超过60%的苏格兰人支持留欧，与英国政府在对欧政策上的分歧越来越大。2014年，苏格兰就举行了一次独立公投失败。今年6月，苏格兰首席部长斯特金再次提议，要在2023年10月19日再次举行苏格兰独立公投。而北爱尔兰致力于脱离英国的新芬党在议会选举中获胜。外界猜测，不久后北爱尔兰就将举行独立公投。这些也都是英国新任首相特拉斯将要面临的棘手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本周二，伊丽莎白二世生前最后一次国事活动，就是拄着拐杖在苏格兰接受了约翰逊的辞呈，然后又任命特拉斯为英国新首相。深圳卫视执新闻高级主笔吴卫发文提到，伊丽莎白二世履行职责，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就连她在苏格兰的逝去都被一些人解读为刻意为之。这块北境之地正计划明年秋举行第2次独立公投，或许它是防止这个日落帝国走向分崩离析的最后纽带，但现在情况已经不同了。尤其是这个英国脱欧了以后关于北爱尔兰的这个决议就埋下了这种分裂的这种种子，就是北爱尔兰已经留在了欧洲的单一市场，但是呢，政治上他留在了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但是英国人认为自己是罗马帝国一部分，是文明的。苏格兰呢没有被罗马帝国征服过，所以他们之间有一种心理上的这种情结。这次的很有意思，伊丽莎白女王是在苏格兰去世的，她也就是想维系这种英国本身的这种团结和统一吧。实际上，特拉斯本人曾长期支持废除君主制。1994年，他在接受采访时声称，君主制是可耻的，就在这次选举期间被曝光。他周二觐见女王接受任命时，也只行了浅浅的屈膝礼，引发部分英国民众对其不尊重女王的批评。但也有舆论认为，他只是为了选票而标新立异。颇为讽刺的是，一贯怀疑君主制的特拉斯将不得不处理女王逝世引发的君主制危机。实际上，特拉斯要应对的危机还很多，除此之外，还有能源危机、通胀高企、英镑暴跌、经济衰退等。为了解决眼下的危机，特拉斯周4已经宣布，自10月1日起，英国家庭年平均能源费用将冻结在2500英镑，为期2年，直至下次选举。该项计划能够帮助英国家庭每年平均节省1000英镑。英国政府也将针对企业的设置能源账单上限，为期6个月。特拉斯还在选举中高举减税的旗帜，但是反对党工党质疑，特拉斯为民众买单可以赢取选票，但是政府的钱袋子却越来越瘪。对于英国的未来而言，恐怕钱从哪里来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英国舆论普遍认为，通过脱欧的折腾、新冠疫情的冲击，如今又深陷俄乌冲突后衍生的能源危机，英国社会普遍弥漫着焦虑感和茫然感，对现状不满，对前途迷茫。长期以来，女王都扮演了精神安慰的角色，对民众来说，她是动荡中的定心石。如今，女王去世，则加深了英国民众的焦虑和低落情绪。的确，特拉斯所担任首相的一个英国是内忧外患的一个
英国。刚才讲英国女王的去世又是雪上加霜啊，所以她的挑战应该是全方位的，而且是要系统性的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解决燃眉之急的问题。这个是对她执政很重要的一个考验。我们看到英女王伊丽莎白2世去世的消息在全世界舆论中引起巨大反响，您认为这背后的原因何在？我认为这要分2个层面来看，首先是舆论与民间层面。我认为全球舆论与民间层面对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一直保持尊敬，以及对其逝去表示惋惜，更多的是出于一种文化上的怀旧心理。因为在并不遥远的100-200年前，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实行的都是君主制，但是后来随着全球民主与共和浪潮的兴起，相当多的国家都淘汰了，甚至是以武力推翻了君主制度，推翻了自己的君王。在这个浪头当中，英国则不仅保留了自己的君王，始终对君王保留着敬畏，而且创造出了一个君主立宪政体，成功地实现了虚君共和的理想，实现了权力的和平转移。于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就在某种程度上寄托了不少人的君王旧梦。我想这就是德国总理舒尔茨称赞伊丽莎白2世是包括德国在内千万人的榜样和精神寄托的原因。那么其次，从国际政治层面来看，英女王伊丽莎白2世在国际上的巨大影响力，显然是跟英国在过去200多年来所走过的道路有关的。这主要表现在英国曾经通过武力殖民的方式，在亚洲、非洲、美洲等地都开拓了殖民地，并建立了人类历史上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所谓日不落帝国。即使是在大英帝国解体之后，这个世界上仍然有50多个国家保留在松散的英联邦内，其中还有15个国家至今仍然将伊丽莎白女王视作自己的君王。除此之外，由英伦三岛上的后裔盎格鲁撒克逊人所创建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仍然是当今世界秩序的主导者，这些都奠定了伊丽莎白女王在当今世界上的地位和的影响力。除了表示哀悼之外，全球多国领袖还纷纷肯定了女王伊丽莎白2世对英国以及世界繁荣稳定做出的贡献。您对此事如何看？实事求是来讲，我认为这些领袖们对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政绩的夸赞，更多的是出于礼貌和客套。人们记住伊丽莎白2世，并不是因为她做出了什么丰功伟绩，更多的是因为她是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符号与象征，而且这种符号与象征地位，还因为她的健康长寿与不用退位，先后见证过15位英国首相与14位美国总统的更替，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当然了，我们这样说或许对英女王伊丽莎白2世不够客观与公允，因为从某种程度上面来说，出于其特殊的身份和地位，以及出于英国特殊的君主立宪政体，很多时候伊丽莎白2世在政治上的不作为，恰恰就是其最大的作为，或者说是其最大的政绩。从英国国内来讲，正是因为伊丽莎白2世身在君位却不谋国政，谨守了虚君的政治分寸，不干预具体的政治事务，甚至是避免在敏感政治问题上发表自己的意见，才保障了英国君主立宪政体的顺利运行。从国际秩序上面来说，伊丽莎白2世继位之初，正是2战刚刚结束，全球反殖民化运动与第3波民主化浪潮兴起的时候。面对这样一种声浪，伊丽莎白2世并没有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像过去英国国王阻止美国独立那样主张派兵镇压，而是主动接受和顺应了这一个历史趋势，允许了亚非拉的殖民地独立建国。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说，正是英国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的不作为，才会有更多的现代民族国家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建立，才会有当今的世界秩序。那英女王伊丽莎白2世的去世，接下来又会对英国国内政局以及世界局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英
英国君主立宪体制的特点就是虚君共和，君王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存在。伊丽莎白2世的去世，无论是对英国国内政治还是对国际政治，都不会导致实质性的冲击。同时，不要说伊丽莎白2世的去世，就算是哪一天英国彻底废除了君主立宪体制，也不会对英国以及世界政局带来什么了不得的影响。不过话还是要得说回来，我们得承认，伊丽莎白2世在英国国内民众以及英联邦内还是具有一定的影响和号召力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被当成了英国国家统一与联邦团结的象征。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说，英女王的去世的确是会对接下来英联邦的团结以及英国的统一产生一些负面影响。但是我们也不能据此就将伊丽莎白2世的影响力过分夸大，认为英女王个人的去与留将会成为接下来英联邦是否解体、英国是否会分裂的决定性因素。在我看来，接下来把英联邦推向解体、把英国推向分裂的力量，恰恰就来自于英国自身倡导的那一套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过去导致了英国殖民地的纷纷独立，未来也极有可能导致英联邦的解体与英国的再度分裂。因为英国自身倡导了这样一套价值观念，并且将其标榜为所谓的普世价值，那英国就没有理由阻止苏格兰与北爱尔兰的独立公投，也没有理由阻止英联邦成员的离家出走。